你真的这么说啦？那当然了，我又不是他妈，也不是他老婆，我才不惯着他呢。不是啊，周宁，我跟你说了，哎，他清高，他要拯救世界，那没问题啊，但请他别连累别人。胡曼丽啊，你自己也是受害者啊，怎么帮他说话呢？吃点水果休息一下，好吧？谢谢老婆。等会儿先坐停。哦，出来。快坐呀，马上到时间了啊。够了，快点。小周，我给你借点钱，方便吗？要干嘛呀？不声不响就分开了。志远，你眼中还有没有爸妈呀？分手的事咱先不说啊，志远，你想想啊，当初要没你叔叔，你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你现在发达，就这么对待你叔叔？这件事情啊，怪不到志远头上。你输的这笔钱，你就去问胡曼黎要。妈，我都说了，这个保单是二叔他们临时换掉的，跟胡曼黎没关系。你不要听信他的片面之词。你叔都说了，卖保险给他那姑娘是胡曼黎的徒弟。他这人心眼多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们俩会不通气？哼，依我看，他就是为了赚你叔的钱，蒙人呢。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。退一万步，你们分开的时候，你啥都没要，钱都给他了，你叔的医药费就该他出。妈，我都说过了，我为什么会分开？你现在，你挣钱都给他，我没意见，但他那儿还有我跟你爸的钱呢。你和我爸的钱，什么钱？当时咱们家100万拆迁款下来以后，我投了50万买了理财，后来钱一直回不来，胡曼黎就让我把剩下的50万给丁达尔买保险，那个叫什么未来？启航未来。对，说是以后留给他的教育费用，这事儿你还记得吗？啊，记得。你们分开的时候怎么商定合不合理暂且不说，但当时给胡曼黎的这50万是我们作为爷爷奶奶给孙子的，就算是分开，这笔钱是不是应该盘盘清楚？这钱已经给他了。去要。妈，要不然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这不单是钱的问题，事关我跟你爸我们家的信誉。你叔的事情不解决，他回来怎么说我们？你爸做了一辈子老师，我做了一辈子办公室，哪个提到我们不翘大拇指啊？你现在不在这儿生活工作，我跟你爸还在呢，人家怎么说我们？我们要脸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们脊梁骨啊！行，爸妈，我明白你们的意思，那我先挂了啊。不是你那个前夫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为什么帮他借钱啊？是没关系，可这件事情说起来嘛，多少我有点连带责任。当初是我逼着他二叔二婶买保险的。哦，你拿枪指着他们了，你只是强烈推荐啊！而且后来他们要换保险，这也不跟你没关系了吧？那王春露是我的人啊，我这件事情没跟到底，心里嘛总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呀。哎，你不会是对丁志远于情未了吧？我有毛病大概是，不借就不借，不要骂人啊！哎，
真走啊？哎呀，真的跟丁志远没有关系。你说我卖保险的，比的不就是服务吗？对吧？这件事情，今天如果出现在普通客户身上，我也不会不管的。还是写那个卡号。对对对，哎，1、2万不嫌少，7、8万不嫌多啊。我刚给我妈交完医药费，就5万块钱借给你。哦，够了，很多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借给你的，不是借给你那个前夫的。知道，面子大。拿过去。谢谢啊。哎，老丁，你来了，正好我找你有事儿，进来吧。你二叔那边怎么样了？你也别太着急了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。我父母之前的那笔拆迁款，你是给儿子买年金了，是吧？对啊。那能拿出来吗？还没到5年呢，现金价值会有损失的。能不能先拿20万？你是想把这笔钱给你二叔啊？是的。可这笔钱不是进我胡蛮里口袋的，增值那些也就不说了，还有留学服、立业金、儿子的健康保障。当初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就说好了，丁丁现在已经初中了，马上高中、大学，将来还要考虑出国深造，这都要提前规划的。你不能只顾眼前。我知道你有难处，可我这边，你也知道这学校的事啊，直播公司的事，现在再加上他们，我真的是弄得焦头烂额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怎么了？你新老婆还不管你了？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自己能做，我不能说吗？当初分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，那女人花言巧语，不是过日子的人。你不听啊，非得要追求什么爱情？但不管怎么说，这笔钱是我父母的，我拿回来理所应当吧。我要是不拿呢？丁志远，你搞清楚啊！我们分开的时候，财产已经分配得清清楚楚了。我父母那儿有转账记录，你必须拿出来。要钱是吧？行，来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。啊？我给你啊！哎，不是去哪儿啊？丁志远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为了你二叔，你一定要逼我拿钱，对吗？这怎么能叫逼呢？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。我问你，如果我跟你二叔同时掉水里，你救谁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别发疯了啊！钱的事儿咱们好说。上一次你是运气好，这一次不见得会有人救你啊。我再告诉你件事情，这里的水很浅，就算掉下去，人也死不了。什么意思？有病啊！丁志远，分开的时候我就说过你会后悔的，可我现在不在乎你后不后悔。你记住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。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，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。你神经病啊！闭上双眼，
回到那个许愿的夏天，微风轻拍你颤抖的肩，好像那个世界并不远。若睁开双眼，你是否还记得？他太自我，太自私了。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，没有其他人。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，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罢了。一生都是的棉袄的眼冒的线，竟然没一点为自己奉献。还来过，还来过，我来过，你走了，山压过，泪淌过，命数过，坚强了，成长过，释怀过，若难过，何必要过？今天一天真是够累的，我也是真高兴啊！哎，我们最后一共开了多少单？16单，不过都是这种意外险、医疗险的小单。小单大单都是单，1年、2年、5年、10年，只要持续给客户提供服务，小单就能变大单。哟，今天短视频金句有了啊！有，哎，平时偷偷看我小视频偷师了是吧？没有。那再讲点觉悟高的给你听听啊。你知道我卖保险什么时候最高兴吗？拿到佣金那一刻。错，帮客户拿到理赔的时候。那时候客户啊对我说句谢谢，感觉自己就跟救世主一样，世界因我而变得美好。这种感觉啊，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妈呀，原来你不是那种天天想开豪车的人啊！不矛盾啊，豪车要开，救世主要做。想想怎么吃啊？行，瞎就瞎做呗。瞎做，我不会做，你来做好吧？哎，我不做，那石头剪刀布做呗。曼梨呀，这个志远嘛都跟我们说了啊，其实呢他也想给我们解决，可是他父母那钱都让你给拿走了呀，那所以我们只能来找你了啊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那笔钱我给孩子买年金了？钱在你那儿，你怎么花的，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。我可以给你看保单的。你别跟我们玩那些虚的，保单保险那都是糊弄人的。你就是卖保险的，你随便做点什么手脚，谁知道呢？就是，哎，你说要不是当初你逼着我们买那个保险，那能有今天这一出吗？对吧？退一万步说啊，就算当初没有买保险，二叔该得病的还是会得。你会不会说话你啊？你不会说话你就闭嘴你！你知道我们老家人怎么说的啊？说这好好的人为什么要买保险？这不就是咒自己吗？我这病就是买这保险给咒来的。那个医生都说了啊，我老头子这个病啊，可治可不治。那我们要早知道你这保险不能赔钱的话，那我们就不治了呀，治它干什么呀？我们也不买你这保险。就是啊，有什么用啊？我跟你说，反正这事横竖都是你的责任，你都赖你。我们要求不高啊，我看你跟志远分开了，志远把什么都给你了，你只要把他父母留的钱给我们拿出来就行。对。我要是不拿呢？不走了。小胡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跟那个男的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看你心虚了吧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曼梨呀，亏得我当初啊还想帮着你和志远复婚呢，没想到
你是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。二叔、二婶儿，我现在还能这么叫你们呢，是看在你们已经一把年纪了。要是你再这么胡说八道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小胡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看你一个女的带个孩子，你跟一个小白脸住在一起，说破天都是你不对。我跟丁志远已经分开了，而且是他先对不起我的。不可能，我们志远多厚道一个人呐，肯定是你啊，这个对他不好，硬逼着他分开的。我看呢，你早憋着这心思。丁志远，你二叔二婶在我这里耍无赖，麻烦你过来把他们带走。曼丽，当初是你自己惹的事，那你自己收拾啊！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吃水果不？是你报的警吗？说有人私闯民宅。我没有啊。是我报的警。警察同志，里边。就是这2位私闯民宅，还有强行留在这里。警察同志，这是家务事，你这小子你干什么呀你？那个误会啊，这是我侄媳妇儿。这是我们自己家，我和他侄子早就分开了，我们没有关系。他还欠我们钱呢啊！你还背着我侄子养野男人。哎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好吗？切，你个小白脸，敢做不敢当啊你！不要吵了，我看你们这属于债务纠纷，可以上法院解决。你们这强行赖在别人家里不走是违法的，知道吧？麻烦你们拿着行李从我家离开。我刚做完心脏手术，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？看见了吗？啊，这是医院的证明啊！我跟你说，不是吓唬你们。如果今天我老伴有个3长2短，就你们俩谁都逃不了干系。没事吗？喝点水。丁丁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二姨二奶奶，什么情况？还有警察叔叔。来，回屋啊，没事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一会儿叫你出来啊，见面说。警察同志，我没有欠他们钱，我和我前夫早就分开了，这房子是我的，他们没有权利留在这里。麻烦你们请他们走，好吧？这样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我看那人刚做完手术，情绪不能太激动。虽然说他住在这里不对，但是你要强行把他赶走，万一出了事儿，那可是你的责任。我看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，要不这样吧，大家各自都先退一步，内部先协商解决。如果实在解决不了，随时联系我们。不是，那您是报警人徐亚洲是吧？这是签字。行，我们走。好，走了。哎呦，你不睡觉在这儿干嘛呢？好累。
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干嘛呀？有事你说。你跟我结婚之前交过几个男朋友？我跟你结婚之前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吗？岁数大了，记性不好，你再回答一遍。上大学的时候一个，工作以后一个，晚上是一个。现在还联系吗？不联系了。那你工作以后认识那男朋友，在一起多长时间？几个月吧。那你们是怎么成的？每天一起工作，面对面18个小时。哎呀！那你们是怎么分的？每天一起工作，面对面18个小时。你们两个谁提的分手？是你还是他？你是审讯呢还是熬鹰呢？那个 point 是单身经济，2亿的单身人口，2亿的购买力。你昨天说你有个前男友是同事，你不会上网查一下吗？到处都是资料的呀。单身人口的消费倾向远高于家庭，他们的储蓄倾向远低于家庭。这文案怎么回事？一点也不靠谱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你今天真好看。是吗？你们两个谁提的分手？是他还是你？谁跟谁分手啊？你也跟前男友。跟我前男友？我前男友多了，你说哪一个？工作以后认识那个。工作以后认识那个。哦，哎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受什么刺激了啊？回头等我有空的时候，我给你写个情感汇报。我说你，然后能不能别老玩手机呀？对眼睛不好。你本来眼神就不行。好，眼神不好才找了你呀。哎，上班化这么浓妆干什么？我妆浓吗？我天天都这样啊。天天上班化这么浓的妆给谁看呀？怎么一回家就卸妆呢？化妆是社交的基本礼仪，你懂不懂啊？哦，你不懂。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好好聊一聊了？今天中午，我不要消费者把注意力放在省电上，我要他们知道这种小电器、小电饭煲、小冰箱都是为一个人设计的。白痴啊，这是！你给我把这个文案换掉，它不行。气死！你说中午干嘛？啊，我说美女，中午有没有空啊？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块吃个饭呢？可以呀，帅哥。哎，以前那个总顺路送你上班的同事叫什么来着？啊，简宁。哦，简宁。哎，他最近怎么不送你了？怎么改成让我送了？他辞职了。哎，前面好像是堵车了。好像是堵车啊。怎么了？这是撞了？碰上了。这个不知道要堵到什么时候去。你别管我了，我自己跑出去。你真跑出去啊？你慢点儿！这有2位客户。你好，我来。2位买房还是租房呀？哎，来，这边请，把我的户型图拿过来。哎，您看啊，这是新房子，这个呢主卧是朝南，阳光特别充足，特别好。还有这个，这客厅特别大，这2张发票你帮我转印一张。就这户型啊，特别适合新来的居住。紫玉苑西区6号楼有租户投诉，你去处理一下。那不是物业负责的吗？我们可是管家式的中介服务，鞍前马后一条龙。行。来，你给我进来，来，这房子3天2头的出问题，今天缺水，明天停电的，网速还慢，还
管家，没管什么了？您别着急，阿姨，我给物业打个电话。电话我自己还不会打，马桶堵了，全家人没法上厕所了。这个没人接，估计是吃饭去了。你们承诺的管家室一条龙服务呢，你们还有1个月1次的免费保洁呢。行，我立刻就去问我们组长。哎，还用问？你不就是那条龙吗？来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现在的小姑娘干的活真默契，就这点活，我年轻的时候3下5除2就干完了，真能默契。干完了以后啊，记得帮我清洗干净把马桶哈。好。垃圾给我带出去哈。前2天跑进来个老鼠，你帮我抓着哈。哈？老鼠抓着没听见？好。先生，你家的啤酒，谢谢。这儿呢。你这大中午的吃什么火锅啊？吃我一身味儿，下午还开会呢。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？要不怎么叫您沈总呢？都不食人间烟火了。我可没标榜我是小仙女啊。真心话大冒险。拜托，我下午还要上班呢。那我单人真心话大冒险，您随意行不行？你不就是想问前任那点事儿吗？有话直说，别拐弯抹角的。你说一句，我喝一杯。她叫简宁，我们俩确实好过。在一起多久？几个月吧。他俩在一起前后3年。谁追的谁？他追的我。谁提的分手？我。为什么？没意思了呗！哎，你别喝了。和我一样，他想结婚，他不想。你跟你前男友在一个公司上班，每天大眼瞪小眼，10几个小时，一天待的时间比我都多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？我是你老公啊，我有知情权。那我也没有问你前女友的事儿啊，过去的事情不能让它过去了吗？我哪有前女友？你是初恋。呸！信你个鬼！你那40多个前女友了？你才40多个呢，我就那一个，还被我拉黑了。我让你拉黑了吗？分手了就不能做朋友吗？哦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知道我为什么朋友少了。哎，我把他拉回来，问问他现在工作怎么样啊？公司缺不缺什么职务啊？哎，我面个试，对吧？每天我也跟他10几个小时，变大眼眼。我先走了。那边出不去。你把我招的人给开了，不可以吗？咱俩在这谈，还是去外面谈？就在这儿谈吧。陈董，麻烦你回避一下。那个，我要不给你们倒杯咖啡？你们要喝什么口味的？我自己决定。我是董事长，我想用谁就用谁。你是董事长，但是在用人方面，你只对总经理，也就是鄙人有任免权。你可以开了我，但是你不可以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。哦，不对，你其实是董事长太太。明宝，这小陈他不是这块料，扶不起来，你是知道的。你也知道他扶不起来呀。我劝你有时间去把股权做个变更，也不费事儿。
我是怕伤了他自尊心。你不怕他再次把公司搞黄啊？所以啊，你是护城河，我是防火墙。你今天这气压怎么这么低呀？出什么漏洞了？杨铮，好好的突然问我是不是跟简宁好过？他神经这么长，这么后知后觉。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，不会是你吧？我自己老公我都管不过来，我哪有闲工夫去管你老公啊？再说了，前男友就前男友呗，你干嘛瞒着杨铮？我没瞒着他呀，我只不过是没有主动告诉他。那还不是瞒着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他本来就想让我在家里当摆设，这要是知道办公室里有个前男友，那不更来劲了？你干什么呀？应你老公要求拍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这都不懂？查岗。你老婆现在跟我在一块儿呢，情绪稳定，放心吧。信任这种东西，就像是信用卡里的透支额度，一旦你透支了，这信用记录就有了污点。还好简宁已经辞职了。回来了。啊，妈。林宝，你快去看看小妖精，怎么了？下午就回来了，两只眼睛红红的。杨铮呢？哎呀，上次就因为他妹他把人打了，这回我还敢告诉他呀？杨二曼，怎么了你？我进来了啊。怎么了，杨二曼？以后谁要是再叫我杨二，我就二给他看。这不是你在家的艺名吗？哟，哭了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眼睛哭肿了，明天上班可丑。我不上班，我随随便便找个有钱人嫁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工作了。你这是怎么啦？是不是遇到难搞的客户了？我跟你说啊，遇到这种难搞的客户，我的经验最多了。不过呢，你要是换位思考一下，不是，那是有男生用套路追你了，是不是？让你辞职，要带你远走高飞。曼曼，你还小，这方面呢，你少来了好不好？每次出现问题，你就摆出一副人生导师的样子，你也不问我需不需要吗？啊，行，我不对啊，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说，我应该聆听，好不好？那你说，我听着。你收起你这副居高临下、假仁假义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哎，回来了，人呢？怎么不吃饭啊？他们姑嫂俩聊天呢。聊天也吃饭啊？杨铮，你别去，过来坐下。过来。这聊啥秘密呢？我谢谢你，我不需要你的关心，我只需要空间让我呼吸一下。就是聊天啊？没聊急眼了？哎呀，你别去。哎呀，维护一下世界和平。当初要不是你让我报的警，我就不会成为行业公敌，也不会被同事排挤了。报警怎么了？报警是每个公民的义务。在这个行业，想要干出点成绩，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小动作，要么跳个单，或者撒谎找个托。如果我回回都报警的话，报得完吗？不是，你这个耍点小手段，它是一回事儿，犯法是另外一回事儿呀。可是关键是承担后果的人是我啊。曼曼，我觉得你真的没有错。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对跟错的问题，现在是你在帮我选择。每一次你选择了，然后我来承担后果，你觉得公平吗？我说了，我最烦你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。我没有教育你，我只是希望你少走一点弯路。我有错吗？沈明宝，你就认个错能怎么的？
我哪儿错了？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你总标榜圣人，你让别人也跟他一样吗？你自己就做到一尘不染了吗？你几个意思啊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清楚什么呀？我不清楚。你别含沙射影啊！你给我说清楚。应该是你跟我说清楚。我说清楚什么呀？你跟你前男友在一个公司上班，每天上下班他还接你送你。那正因为我们问心无愧啊！你问心无愧，那他为什么辞职啊？你问心无愧，他为什么不和他女朋友结婚啊？有病啊！你们兄妹俩。这不是我的主场吗？闭嘴！明宝，天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妈，我回娘家。妈，你别管。别了。搞什么啊？哎，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简宁的？你把他微信推给我。查无此人。哎，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简宁的？你把他微信推给我。已经离职了。过来吃饭。哦。哎，顾叔叔啊，哎，我是明宝，那个我老公的妹妹，她在你们那个店里上班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？你妈不又把我给甩了？你还想让我关照你妹妹？喂，哎，嫂子，她认错了。我说她了，回来吧。才怪。这杆打得不错，有点意思了啊！你也在啊？最近来练一场，练得挺勤的。我得多练练。现在不会打球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做生意。你球打得好，改天教教我呗。不敢当。听说你在跟那个家化厂的项目，家化厂拿下来了吗？还在谈呢，费用挺可观的，但是对方要求垫资。正常。是吗？嗯哼。但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垫资啊是一种考验，考验你到底有没有信心跟他们共进退。能真的共进退的人，到最后才能是真正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人。我帮你呢，是看在可心的面子上。你们分手那段时间，他来找过我。放心，我不会趁人之危的。这有什么？我压根就没多想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挺困惑的。他说你是食草动物，而他天生就是食肉动物，很难想象像你们两个这种不在一个世界的人，最后竟然走进了婚姻。那你是什么？你是食肉动物吗？哼，童刚啊，你知道怎么才能成为真正的食肉动物吗？眼界、勇气、胆识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加油吧！
用我手机啦？我这条信息还没看，怎么就打开了？我电脑也动了是吧？不能动吗？当然不能动了，这是我隐私。哦，那我以前查你购物车，帮你把里面东西全清的时候，怎么不说隐私呢？那目的一样吗？那你怎么知道刚才我打开你电脑不是查你的购物车呢？难道你想主动和解啊？刚还在百度上查化解冷战，没诚意。杨征先生，您好，您已经预约了心理医生甄玲，预约时间13日下午2点至3点，地址函谷路关博心理诊所。请进。用专业的知识化解你内心的创伤。你好，我是甄大夫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请进。我老婆有个前任，她跟我说，他们在一起也就几个月吧。可是后来，我老婆前任的现任告诉我，我老婆跟她的前任在一起的时间有3年。继续。我老婆跟她的前任一直在一家公司上班，而且我老婆特别热爱加班。我本来以为啊，他们那个行业就那样，可直到后来，我老婆的前任的现任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我才知道，我老婆的前任一直留着我老婆跟他前任在一起的照片呢。那你觉得是为什么？至少说明他对我老婆旧情未了。我这个分析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我就想知道，我老婆对她的前任是不是也是旧情未了？这也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而且我们结婚以后，我老婆的前任还总接送她上下班，美其名曰的说顺路。不排除2个人真有顺路的可能性。那你说，我老婆的前任后来为什么辞职了呀？是不是被公司什么人发现了，看出来了？哎，如果我老婆要是对她的前任没有感情的话，她为什么要跟我撒谎啊？事实不见得就是真相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你好，我有预约的，我姓沈，沈明宝。甄大夫，现在有客人，您先稍等一下。行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甄大夫他的诊室是在啊，他在这个房间。啊，谢谢。您先稍等啊。嗯。你们有怀孕要小孩的打算吗？啊，别提了。我妈充分地掌握着我老婆的排卵期，她知道我老婆每一天什么时候体温最高，最适宜受孕，而且我妈还监管着我的蛋白质摄入。你是焦虑依赖型人格。焦虑
虑依赖型。统计学上说，在亲密关系中，焦虑依赖型人格女性居多，而男性是回避型居多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的心里住着一个女人？沈小姐，您可以进去了。哦，谢谢啊。用专业的知识化解你内心的创伤。你好，我是甄大夫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您好，甄大夫。那个，我跟刚才那个男病人是一样的问题。焦虑依赖型人格，恐惧心理过度啊。第3类人格障碍体。甄大夫，我说的不是这种心理上的问题，我知道了，刚才那个是你老公。我可没这么说。你俩前后脚不超过1分钟，一个治疗创伤，一个尾随破案。服。那大夫，我老公他是什么障碍体啊？对不起，我有保护病人隐私的义务。你保护他隐私，那他病这可好不了了。他有没有给你提过前男友啊？你有吗？谁没有啊？念念不忘。我老公跟你说的。你们之间是不是留着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对不起，爱莫能助。小陈，你包的馄饨，薛小姐那么爱吃，有什么秘诀？教教我呗。这我的独门秘方，我给可心多包一点。谁让你给家化厂垫资的？谁同意的？我先去给你收拾房间吧。天气这么冷，你怎么不多穿点？你知不知道那家公司快破产了？是你让我去接触的。是我让你去接触的，但我也没有让你去倒贴啊。上千万的广告费，你一句话说垫就给垫了。人家是大公司，如果不垫资的话，人家不可能给我们包年。你垫进去的是个无底洞。你做过调研没有啊？你没做过调研，你也可以去打听打听啊。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你不跟我商量，你跟沈明宝商量也行啊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别去上班了，你就记着回去，在厨房里包馄饨比较适合你。薛可心，你从来就没有看好过我，对吧？那你也得做出点让我看好你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你回回都给我捅娄子。我穿围裙是因为你说过穿围裙的男人最性感。我包馄饨是因为你说过你最爱吃我包的馄饨。我穿着你喜欢的衣服，留着你喜欢的发型，用着你喜欢的香水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你，因为你我已经失去自我了。你还在这儿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有意思吗？我没挑你，我这是就事论事。陈同刚，你的自尊心能不能别那么强啊？自尊心，自尊心，我在你这儿我还有自尊心吗？你去哪儿啊？沈明宝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夺了我的权啊？怎么啦，驸马爷？不要叫我驸马爷，不要把裙带关系放在个人能力前面。本来就是。我已经答应客户垫资了，你们这样等于打我的脸啊！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站在我这边，签字就行了。这么大的金额，他不可能同意的。那就帮我说服他。我看见我充电器了吗？陈同刚，你没事吧你？啊？
于公来说，薛可欣她是我的金主；于私来说，她是我20多年的闺蜜，我凭什么站在你这边啊？我背后捅你刀子，你没事吧？你说话过过脑子，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，管理好自己的期望值。你赶紧把我开了，我伺候你们公母俩，我早受够了。给谁打电话呢？管着吗？管不着，友情提示一下，能让司法口不隔音。跟我老乡好好搞电话粥呢。不是你大周末去哪儿啊？加班，跟我老乡好一块儿。我个老乡。行啊，小郑，这放假放的红光满面的，这发量都多了。就别开玩笑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体力也好了。休息会儿。行，歇会儿。哎，老吴，我听说咱们公司那产品……哎，给我打住！你约我出来的时候，咱俩说好了啊，不谈工作啊。行，不谈工作。哎，家里都挺好的。哎，跟你说，我现在觉得家庭就是个动力系统，初始条件下，细微的改变可以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。来一个人，就等于增加了一个变量，系统就会自动的调整一下。往哪个方向调整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也控制不了。我妈来了，被我老婆给收服了；我妹来了，被我老婆给笼络了。你知道我们家现在什么情况吗？3个女人组了团一块对付我。蝴蝶效应啊，我懂，系统论我学过。你呢，得一点一点调整这个技术参数。对了，你老婆那个前天住进修班上来以后怎么样？根本就没去，还联合我妈给我一顿批评，说我不尊重女性。还有你给我找那什么班，不先跟我说一说？你得教育她呀！哎，那是我老婆，又不是小孩子，我怎么教育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教育可以说是教育，也可以说是训练。他所有的行为啊，都要产生这个后果。这个后果呢，可以说是奖励，也可以说是惩罚。懂我的意思吧？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就是啊，男人这个主动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啊。哎，一会儿打完了，找个地方喝2杯去。也不是不行，啊！哎，往好了想啊，不是打了马赛克了吗？啊，说不定就是前任他随手一拍忘了删了。忘了删留照片干嘛？辟邪啊！我是不是有什么不该留的东西留在你那儿了？你的心啊！不是，综合分析啊，前任手握照片来聊骚，现任情感空虚，必接招。8成你老婆有外心了。你说我这刚结婚，起手就是 bug， 婚姻出现 bug， 这宕机可就得宕一辈子啊！你做好思想准备，啊！一个不婚主义者，如果不是因为情感受伤，他是绝对不可能打破原则突然闪婚的。原则就是用来被打破的。果然啊，结婚教不了你幸不幸福，看来能教会你怎么抬杠。
过我倒不介意为了你再打破一次原则。我真的是听不懂你什么意思。为你疗伤啊？不必，我早自愈了。我觉得呀，我跟我老婆就像是俄罗斯方块，本来是应该相互契合的，结果都不在一个点上。现在啊，要么就是我换个体位将就她，要么她换个体位将就我。哎，要不然你俩就一块儿消失。啊，对你念念不忘，确实是事实。事实并不代表真相。你老公想知道的不是真相，他只是想证明他心里的那个真相。听我的啊，宣誓主权，戳穿谎言。手段不够硬，身段就得软。